有一个山区啊，一个大山的山区之中哈，有一户居在深山里的人家，他们家这个儿子呢，刚娶完媳妇第6天呢，他们的规矩哈，就是去他这个祖宗这个坟地呀，或者是祖庙里头啊，先去祭拜祖先。你看这个新人进门呐，每个地方风俗不一样哈，带新人去祭祀祖先。正在祭祀的过程之中哈，突然之间跑来了一只这个野鹿，就是山里的野鹿啊，这个野鹿呢给钻到他们祭祀祖先的这个神桌神台下头去了，去躲避。一看就受惊，冲就钻进神桌下头去了，这接下来就后头就有追赶的声音呢，就是狗也在追着，喘着粗气，猎人使劲跑，拿着弓箭刀叉子追来了，这个就像这一家，因为是他家的祖坟祖庙这一块啊，就是我追的鹿跑到你们家这儿来了，赶快把鹿还我。但是这个遇上一个特别贤惠并且很聪明的新娘子，她就觉得怎么你看我这是刚嫁过来进了门认祖归宗，怎么这时候来了一只鹿，又跑到咱家的这个神台下头，这肯定有一种缘分，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缘分和咱家，这又是我是认祖归宗的这一天，这应该是个好兆头，就心里就动了这种保护的恻隐之心。这个姻缘的概念一般还是想到对自己的好处，但是新娘的悟性是说，我还是要救他，因为猎人追来了，那这个猎人就索要啊，你看那个鹿躲在你们家神案下头，赶快还我，那这个新媳妇赶快鼓动着公婆呀、丈夫呀、婆婆呀、这公公啊，都说那不能给，到了咱家祖坟祖庙神桌下头，这是咱家的，有这个姻缘，我们要保护。那这个猎人呢，又不讲道理，就是说，那如果你不还我鹿，你给我钱，那你要给我同等的钱。那你说谈钱就好说呀，这老公公就说你说多少钱吧，20两。这不是坑人吗？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那这个鹿它能比一个猪还贵了一个猪的话，它2两银子就买了，你这个20两，那不坑人吗？那猎人说，我不管，我这鹿的价钱就这样子，野生鹿嘛，就这价钱你不走我就赖着不你也不给钱我就不走，要不把鹿还我。这商量说，咱们当时娶媳妇钱还不够，还向亲戚借了点钱呢。你说这个事儿，你说这个猎人坑人，这么老贵，这俩人在这就松口了，说算了，要不你把鹿还弄走算了，惹不起你这人是个赖皮。新娘一看，这公公公婆要松口，要把这个鹿给放了这我们这个行善的这个行为就破灭了。新娘当机立断，就说公公婆婆这个钱呢是我出，我娘家给我陪嫁来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个15两银子这是嫁妆，所以花的是我们娘家的钱，我出这钱那个银子嘛，就是正好随身带在身上，那就绑在身上的，就拿出来之后给你，这鹿是我的因为这也是讲价钱嘛，我就这么多钱，你不要拉倒。猎人也知道这是在坑着别人，他捉一只鹿最多卖2两银子，要人家20两，先还到15两，已经高出若干倍了，见好就收吧。很高兴的就跑了，猎人跑了，这个鹿就得救了。鹿呢也很聪明，一看猎人跑了，那狗也不冲他叫了，当然就出来了，眼看着他们家人眨巴几弯眼，一溜烟就跑了。鹿跑得多快你看这个新娘救鹿的这个事儿这村里头很快就传开了，没有一个人佩服她的，说这姑娘长得还不错，结果呢，就是说没脑子，是吧？
救了一个野生的鹿，鹿又没有得到你们家还跑了，啊，花了这么多的钱，这不是小数目啊。就大约现在形同于你今天家里头买自行车都不是说随便拿钱就能买，可是这个时候人家要你一辆汽车，就形同于这个意思。怎么舍得呢？说这新娘就是缺点心眼儿，那么一来让婆家就赔钱，哎，他也不管那些，这个媳妇儿还心胸还是很大的，不管那些，哎，而且身体还特别好，很快就生了个胖宝宝，生了个胖儿子，这个是不耽误事儿的啊，哎，也就第2年、第3年的时候，他毕竟是山村的农民呐，哎。正好没人看着，这个媳妇呢，就是把这个小孩呢放在那种农村那种看孩子那种背篓里头，放那一个地方，他呢赶快去收拾点什么东西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头鹿跑过来，用鹿角，人家鹿头上那个角啊很大，尤其是大公鹿哈，过了一挑那个孩子的篮子，撒丫子就跑，而且呢一开始还慢慢的跑，就让你们家人看见是我把孩子偷走了哈，哎。这全家人一看，这鹿挑了这个孩子篮子跑，那家里都追呀，快点追鹿呀，追孩子呀！啊，全家人一块追孩子。那个鹿呢，其实鹿可以跑得更快，一溜烟可以让它看不见，但是鹿跑的速度哈，对你追的有多快，我跑的有多快，总保持让你看到的距离，你总得追我吧？追出来可能也就是10来分钟，后面就听着咕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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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音。因为他们住的山区，他家这个房子呢，正是在一个大土山的最下方。结果现在应该叫泥石流、土石流，或者也叫工程之中叫塌方。小半个山头，呼一下就下来了，瞬间就把他们的房子埋了，连院子都找不到了。这个时候鹿也不跑了，哎，就把孩子平地上一放。大家才知道哦，鹿引我们赶快出来，原来是逃命哎，救了我们一命。你看看，所以莫因善小而不为呀。所以这关键救人一命真正帮人这个减少了危难是功德无量的事情。对，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。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